叶晨来之前，萧长坤的心里还在为韩美琴即将嫁给贺远江而愤怒。叶晨来了之后，现在的他只担心韩美琴会给自己发请柬。而与此同时，韩美琴与贺远江正在一起协商着宴请的宾客名单。两人的社交圈虽然不同，但属性基本一致，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在美国，国内也只是有一些关系相对疏远的亲戚。至于金陵本地，两人都有一些同事。韩美琴虽然有些同学，但几乎都没什么联系，也就萧长坤还算经常见面。于是两人商量着到底要请哪些，或者不请哪些。韩美琴便率先提议道，咱们就一个一个的啰吧。先说美国的朋友，我的想法是这些人就不做任何通知了，毕竟这么远的路程，来一趟不容易。咱们明知路途遥远还邀请别人，显得有些不懂人情世故，你觉得呢？贺远江点点头，笑道，我跟你想的一样。美国的朋友们虽然联系很多，交情也深，但确实不适合通知他们来参加婚礼。人家不愿意来吧，显得咱们自讨没趣；人家愿意来吧，咱们面子上也过意不去。所以我的想法是，等咱们结婚之后，抽个时间一起回一趟美国。你有你的社交圈子，我也有我的社交圈子，到时候咱们一起拜访一下，把彼此介绍给对方的朋友认识一下，也就差不多了。你觉得呢？韩美琴开心地笑道，我跟你想的一样，等婚礼办完之后，抽个时间回一趟美国，故地重游的同时，也能见见老朋友。贺远江笑道，那太好了，咱们干脆就去美国度蜜月，你看怎么样？韩美琴乐道，我肯定没问题，主要是你学校那边能不能走得开？没问题，贺远江笑着说道，我跟院长打个招呼，婚假请个10天半个月还是没问题的。说着，贺远江又道，对了，再说到同事这方面，婚礼呢，我是有想法请院长还有几位关系不错的同事，不过咱们俩年纪毕竟大了，华夏这边都讲究一个人情往来，很多同事都结过婚了，所以咱们婚礼就别收礼了，就请大家过来见证一下，顺便吃顿饭热闹热闹，你看怎么样？韩美琴点头笑道，不收礼好，收礼显得太市侩了。贺远江问他，那你老年大学的同事还请过来吗？韩美琴想了想，开口道，请吧，将来还要一起工作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这种事要是不通知，到时候说不定会落人埋怨。贺远江点了点头，犹豫片刻，才开口问道，那老萧呢？你说长坤啊？韩美琴尴尬地笑了笑，今天从老年大学离开的时候，他说想请我吃饭，我说没时间，就跟他提了一嘴结婚的事，按理说他都知道了，咱们也应该请他。贺远江惊讶地问道，老萧要请你吃饭，说是因为什么了吗？没有，韩美琴微笑道，估计就是老同学之间一起吃顿饭吧。其实韩美琴是个聪明的女人，她从萧长坤请自己去学校附近吃饭，就猜出了萧长坤的用意，所以她才婉拒的同时，顺势说出了自己要跟贺远江结婚的事情，为的就是让萧长坤对自己死心。毕竟他已经彻底从当年那段情愫中走了出来，准备重新步入婚姻殿堂，自然也不想再让萧长坤对自己抱有幻想。不过他并不希望贺远江多想，所以才刻意淡化萧长坤可能的真实用意。但贺远江也很聪明，他知道韩美琴与萧长坤的往事，也知道韩美琴儿子保罗的中文名就叫韩木坤。虽说他也相信韩美琴现在肯定不会再对他抱有感情，但一想到韩美琴过去30多年对萧长坤念念不忘，他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吃醋。只是聪明人都不会过多纠结一个人的过去，尤其是与自己无关的过去，所以他也没表现出任何醋意，只是笑着说道，既然你都跟老萧提了，不请他是不是不太合适？韩美琴点头道，不请他确实不合适，但请他也不合适，他毕竟是有家有室的人，邀请他，请柬上就得写明是邀请他及全家。可是一想到他老婆马兰，我就忍不住头大。说实话，我真是不想跟那个女人再有任何瓜葛，
所以这件事就是个两难境地。我总不能明确告诉萧长坤只请他一个人吧？这要是传到马兰耳朵里，还不知道得惹多大的麻烦。说罢，韩美琴看着贺远江，问道：“你觉得呢？”贺远江微笑着说道：“这件事我不好给你拿主意，不过你刚才说得很对，如果要请，确实得请他一家人，否则以他老婆的性格，这件事确实后患无穷。”说着，贺远江思忖片刻，认真道：“美琴，这件事还是你自己考虑吧，不管你怎么决定，我都100%支持。”韩美琴点头道：“行，那长坤这边就先待定，一会儿我发个信息，问问他本人的意思。我估计他也怕节外生枝，如果他自己决定不来，那我们就不给他送请柬了。”贺远江问：“那如果他决定来呢？”韩美琴想了想，微笑道：“我觉得可能性微乎其微。长坤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，他很怕马兰，这种事他大概率不想让马兰知道。我如果让他自己考虑，那他大概率是不会来的。”说着，韩美琴道：“不过这件事先这样，等我问了他的意思再说。咱们继续往后落，我那些金陵的老同学，我就不打算邀请他们了。之前同学聚会见过一次，都太爱攀比，也过分浮夸，我也不想跟他们有什么过多牵扯。倒是咱们一起去韩国交流的那几个同队的成员，他们为人和三观都挺正派的。当初人家都说，如果咱们俩结婚的话，一定要请他们来喝喜酒，咱们肯定得说话算话吧？”“是。”贺远江点头道：“那基调基本就这么定了。除了叶晨之外，要邀请的就是咱俩各自的同事，韩国交流时的队友。老萧那边你问问他的意思。”说着，贺远江又道：“咱们接着聊婚礼后的事情，我先说说我的想法，你有意见随时打断我。”韩美琴点点头，拖着下巴看着他，微笑道：“你说吧，我听着。”韩美琴的眼里有光，贺远江被他看得有些害臊，转头喝了口冰水，才继续说道：“我想的是，等婚礼办完之后，咱们蜜月之旅就先去美国。”说完，他看向韩美琴，等待着他的回复。韩美琴依旧拖着下巴，满脸笑意地看着他，笑着说道：“我没问题，你继续。”贺远江点点头，又道：“咱们第一站先去纽约，毕竟去纽约交通比较方便。到了纽约，就先去见见你当初创业的老同事、老朋友，刚好华尔街也有我不少老友。拜访完你的同事朋友之后，顺便去华尔街也拜访一下我的那些朋友，然后咱们就租一辆车去纽黑文。纽黑文毕竟离纽约近，咱们到了之后，去见见你在耶鲁的老同学，最后你再陪我去趟斯坦福，见见我的老同学。快的话，咱们6、7天差不多就能完事儿。假期剩下的时间，就去个气候温暖的海岛，好好放松放松。”韩美琴好奇地问道：“第一站为什么不去斯坦福？从金陵飞美国西海岸更近一些，咱们先到斯坦福，再去纽约，最后一站再去纽黑文，不是更省时间吗？”贺远江一脸深情地看着韩美琴，笑呵呵地说道：“陪老婆回美国，第一站肯定是要先去你生活过的地方，只当是陪你回娘家了。”韩美琴知道贺远江对自己的用心，这种用心不但体现在婚姻、爱情这种大的层面，更是无巨细地体现在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小细节上。她心中感动，嘴上笑着说道：“以后你就是一家之主，做决定的事情就交给你了，我都听你的。”说着，他又问：“你说剩下的假期去一个气候温暖的海岛，有什么好的想法吗？”贺远江道：“咱们这一次要先去美国，所以度假的海岛适合选在美国和华夏的中间地带。我本来是想去马尔代夫，但从旧金山飞马尔代夫太远了，至少也要24个小时以上。帕劳你觉得怎么样？那里离华夏比较近，整体能省不少时间，你觉得呢？”韩美琴笑道：“都说了你是一家之主，你既然觉得帕劳合适，那就抓紧时间把机票订好，我明天去挑几套好看的泳衣，